北约秘书长访问日韩，北约亚太化趋势明显，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大家好，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最近，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在近期访问韩国和日本，宣布了以加强亚太战略在内的一系列声明。主要是在对于俄乌冲突下，建议日韩两国关于针对乌克兰的武器输送问题做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所以，这更加印证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在用所谓的霸权强制要求其他国家对自己进行利益的谋划。这不仅加剧了世界矛盾的冲突，还丧失了美国在各个国家的互信基础。而北约秘书长对日韩的这项议程，甚至具体到非武器装备的分类上，比如战场医疗用品、防弹衣、头盔、发电机和通讯装备等等。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的不断加剧，韩国率先打破了亚洲国家输送东欧军火的例子，于是韩国与波兰签署了一系列的军事订单，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和战斗机等等。这使得北约在俄乌冲突下有了军事战略部署的信心。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在一些国际环境规则的影响下，没有做出提供俄乌军事武器的行为。但是在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的行程安排上，就有关于会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针对北约亚太化的战略构想进行沟通交流。当然，这也更加明确了美国、北约为首的西方国家进一步打压中国、形成包围的决心。不仅仅是俄乌冲突那么简单，亚太则是东欧变局之后的下一个目标。面对中国速度的发展崛起，地球另一端的西方国家越来越不能心平气和地与中国进行对话。从俄乌冲突下的法国为例，在拱火乌克兰的背景下，除了对抗的口气越来越大，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收获的利益却是毫无进展。而同是欧洲国家的德国而言，却与中国签下了数百亿的贸易订单，这也更加说明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有着不一样的矛盾。并且中国在世界的分量，他国更是需要用平等的态度进行交流。但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未来对于中国形成的压力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与日韩的对话，还是美国不断拱火制造矛盾纷争的亚太战略，都是对中国进行所谓限制的议题。而中国如何在亚太局势上打破美国的战略封锁，我认为3点有必要做到。第一，加强与国际各国间的经济交流与发展，利用和平双赢的方式赢得国际的影响力。第二，在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加强军事力量的发展，防止以武力威胁中国的可能。第三，通过自身国际影响力，不断拉拢周边国家，形成对美国亚太战略的破局。例如，加大 RCEP 战略关系的影响，持续发展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格局，从而进一步打破美国霸权在亚太的影响力。所以在针对美国单方面的霸权下，中国需要拿出10分的态度与勇气，去处理纷繁复杂的亚太局势。当然，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第2大国，我们也有能力化解未来存在的各种风险与挑战，以平和心态应对美国制造的种种危机。